川普145%的高额关税一落地，中国对美出口的命脉直接被掐断。货轮停摆，港口萧条，工厂倒闭的倒闭，裁员的裁员，民间哀声一片，网上甚至开始疯传吃草秘籍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摆在眼前的血淋淋现实。中国外贸这回怕是要被逼到吃土吃草的绝境了。本周，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145%关税的政策正式生效，宛如一颗核弹，炸得中国外贸圈天翻地覆。根据财新网报道，上海洋山港和外高桥港区几天前还是热火朝天的装卸景象，如今却冷清的像座鬼城。集装箱堆积如山，货轮踪影全无，连港口工人都直摇头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惨的场面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7%，其中上海港承担了近40%的对美货运量。可就在4月10日，洋山港前往美国的货轮几乎清零。中远海运的工作人员无奈透露，堆场上滞留的集装箱已经超过10万个，不少货主直接放弃出口，办理退关手续。更扎心的是，浙江宁波港、广东盐田港也上演了同样的悲剧，集装箱堆得比山高，出海的船却比鬼还少。华泰期货的最新统计让人心惊，4月14日至5月11日，中美航线将取消26个航次，集装箱运力暴跌40%。到5月中旬，中美航线的运力将从37.6万个标准箱骤降至23万个，相当于砍掉了一半的命根子。空运市场更惨，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的货运航班直接被砍掉90%，货运代理哀叹这生意没法做了，货出不去，钱也收不回来。关税一涨，浙江、广东这些外贸大省直接被打懵了。温州的鞋厂、义乌的小商品市场、东莞的电子厂统统陷入停摆。仓库里堆满了发往美国的货，可如今这些货成了烫手山芋，卖不出去，运不出去，只能烂在手里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，轻工产品占45%，电子产品占30%。这些商品大多利润微薄，毛利率普遍在10%至15%之间。现在好了，145%的关税直接把利润吞噬得一干二净。以一个年销售额500万美元的义乌小商品出口商为例，原本毛利润75万美元，现在光关税就得掏725万美元，等于一年白干，还得倒贴650万。这谁受得了？更要命的是，工厂停工，工人怎么办？中国外贸协会的内部报告显示，浙江和广东的外贸企业直接雇佣了超过2000万工人，其中60%依赖对美出口。现在订单没了，工厂裁员潮已经开始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，仅4月第一周，浙江就有超过10万工人被裁，广东更惨，15万工人直接丢了饭碗。温州一家鞋厂的老板哭诉：“我干了20年，从没这么绝望过，工人都没活干，我拿啥养他们？”经济一塌糊涂，民间的情绪也彻底崩了。网上如何吃草的话题火得一塌糊涂，网友们晒出煮草汤、草饼干的教程，有人甚至挖出上世纪60年代的树皮食谱，调侃道：“时代变了，草都吃不起了。”这不是段子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写照。江苏的洪先生对媒体说：“现在老百姓连抱怨的力气都没了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老人退休金不够花，大家都说要过苦日子了。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国民经济信心指数跌至历史最低，仅为38.6%，比2020年疫情期间还低了10个百分点。微博上，一位博主沉重写道：“2025，活着比啥都难。”
更讽刺的是，曾经的购物狂欢，如今成了消费冰河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2.1%，创下30年最低纪录。上海南京路往年挤满游客的商业街，如今门可罗雀。广东的钱先生回忆，我去上海一家高档餐厅，服务员比客人还多，楼上直接关门，楼下就我们俩吃饭。这还是大上海啊！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欧洲这时候也来补刀了。欧盟宣布暂停对美加税的反制措施，摆明了要跟美国站一队。这一波操作在中国舆论场里炸开了锅，网友怒斥欧盟这算盘打得太精了吧！美国一挥棒子，他们就跑去抱大腿。根据商务部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总出口的15%，仅次于美国。现在欧盟的态度暧昧，中国外贸的第二条腿也开始打晃。社科院的专家直言，中国外贸现在是四面楚歌，靠山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面对这波灭顶之灾，中国外贸商也不是没想过自救。一些企业学着亚马逊的套路，试图在美国建仓库，搞本地化运营。听起来挺美，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，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仓储项目覆盖率不足5%，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。以一家东莞的电子厂为例，他们去年在美国租了个小仓库，打算囤货应对风险。可仓储费占商品成本的15%，物流费再吃掉10%，加上145%的关税，商品价格直接翻倍。原本20美元的蓝牙耳机，现在得卖50美元，美国消费者谁还买？更扎心的是，本地化的钱从哪儿来？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外贸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高达6.8%，中小企业更是被银行嫌弃，贷款审批通过率不到30%。没钱建仓库，没订单养工人，这条救命稻草还没抓住，就已经断了。这波关税风暴到底有多狠？我们来算笔账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为3.4万亿美元，其中对美出口5800亿美元，占17%。现在145%的关税等于直接让这5800亿美元的商品成本翻倍，出口商要么提价失去市场，要么低价卖血亏。商务部的内部测算更吓人，若关税持续1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可能暴跌70%，直接拉低 GDP 增速1.5个百分点。更恐怖的是连锁反应，外贸一倒，物流、包装、仓储全得跟着遭殃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外贸相关的物流行业雇佣了3500万人，如今至少30%的人面临失业风险。加上工厂裁员，全国可能有2000万人饭碗不保。这还没算那些靠外贸吃饭的小商贩、货运司机、码头工人，日子都得勒紧裤腰带。网上流传的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：60年代吃树皮，2025年吃草根。这话听着像段子，可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绝望。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警告，如果外贸危机持续到2026年，城镇失业率可能突破10%，回到上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潮的水平。那时候，多少家庭一夜返贫，多少人连草根都吃不上。这场风暴到底还要刮多久？没人说得清。中国商务部倒是喊着要稳外贸，可喊口号能顶啥用？2024年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被高企的关税成本吞噬得一干二净。专家直言，现在不是稳外贸，是救外贸。可救又谈何容易？外汇储备在流失，人民币汇率跌到7.5，企业的现金流早就见了底。更让人心酸的是老百姓的反应。山东的张先生叹气，
我们这儿的机床厂全靠卖给非洲国家活着，发达国家不买咱的货，咱还能咋办？工厂一关，工人就得回家种地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可背后是多少家庭的血泪。2025年的中国像极了一艘在风暴中摇晃的破船，货轮停了，工厂倒了，工人失业了，连饭店都空了。网上吃草的段子还在刷屏，可谁又真想吃草呢？老百姓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安稳的工作，一顿热乎的饭菜，一个看得见的未来。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奢望。145%的关税像一把刀，狠狠插在中国外贸的心脏上。川普的算盘打得精，中国却被逼到了悬崖边。官媒还引用毛祖的“要打多久就打多久”，可谁都知道，这话连他们自己都不信。这场寒冬到底有多冷？没人知道。唯一清楚的是，如果再不想办法，中国外贸的血怕是要流干了。至于那些吃草的段子，也许有一天真会变成现实。那时候，谁来救赎这一碗绝望的灵魂？